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程浩下班回家，发现妻子刘雅正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客厅拥抱。你个废物配不上我，有种就凭本事把女人抢回来。离婚后，程浩出现在市中心一家银行，银行经理恭敬地称呼他林董。1个月后，刘雅被债主逼到绝境。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刘雅女士，华鼎投资集团的林董事长约您见一面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程浩推开家门，客厅里的景象让他愣在原地。妻子刘雅正被一个陌生男人搂在怀里，两人亲密得像连体婴儿。男人的手不安分地在刘雅身上游走，手腕上的劳力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抬眼看见程浩进门，他紧了一下手臂，将刘雅抱得更紧，嘴角挂着挑衅的笑容。雅雅，这就是你说的废物老公？张强上下打量着程浩，语气里满是不屑和嘲讽，看起来确实挺没用的，怪不得你要跟我跑。刘雅从男人怀里抬起头，布满红晕的脸上带着解脱的快感。她整理了一下被弄乱的头发，眼神里写满了对程浩的厌恶。对，就是他。刘雅的声音冷得像冰渣子。程浩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张强，我的真爱。程浩手里的公文包掉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发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张强咧开嘴笑了，那笑容刺得程浩眼疼。兄弟，别怪我抢你老婆，实在是有些男人太没用，连自己女人都守不住，你说是不是？雅雅，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。宝贝，昨天忘了给你这个。刘雅打开一看，是一条价值10几万的钻石项链。她兴奋地尖叫起来，当着程浩的面就让张强给她戴上。太美了！刘雅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这比程浩3年的工资还多呢。程浩感觉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，微微颤抖的右手紧握着。我要跟你离婚。刘雅转过身看着程浩，眼神里写满了嫌弃。你这种没出息的男人，我再也不想多看一眼。张强拍了拍程浩的肩膀，别太难过，男人嘛，没实力就得认命。以后雅雅跟着我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对了，这房子我们要了，你赶紧搬走。凭什么？程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，就凭我有钱。张强掏出一沓现金扔在茶几上，这是10万块，够你在外面租房的了。别说我不给你面子。刘雅抱着张强的胳膊撒娇，强哥你真好，还给这个废物留面子。程浩看着茶几上的钱，又看看妻子脸上的表情，弯腰捡起公文包，转身往门外走。他走出家门的那一刻，听到身后传来刘雅和张强的狂笑声，那笑声像锥子一样扎进他的心里。律师事务所里，空调开得很足，可程浩却觉得浑身黏腻。这里装修得很高档，实木家具配上真皮沙发，透着一股不菲的味道。刘雅和张强坐在对面，两人十指紧扣。张强时不时在刘雅耳边说着什么，惹得他咯咯直笑。那么，现在开始财产分割。律师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翻开厚厚的案卷。根据婚姻法规定，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平等分割。房子给他。程浩突然开口，声音平静得让人意外。律师愣了一下。林先生，那套房子位于市中心，目前市价180万，您确定要全部让给刘女士？车子也给她。程浩继续说道，还有银行存款，我1分不要。张强在对面冷笑起来，看吧，我就说这家伙没骨气，
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争取，活该被甩。雅雅，你看你以前跟的是什么东西？刘雅心里偷着乐，这套房子和车子加起来快200万了，程浩这个傻子竟然全部让给他，面上却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。程浩，你这样我怎么好意思？虽然我们感情已经破裂了，但财产还是要公平分割的。我只有一个条件。程浩抬起头，眼神冷漠。离婚手续办完后，你们别再来烦我。他拿起笔，在离婚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字迹工整的像印刷体，没有一丝颤抖。张强摇摇头，眼神里满是鄙夷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一点男人的血性都没有。雅雅，你跟着这种软蛋真是委屈了，还好我及时醒悟了。刘雅靠在张强肩膀上，不然这辈子就毁在他身上了。张强搂着刘雅，对程浩说道：“哥们，不是我说你，男人就得有点男人样。你看看你，老婆被人抢了，财产也不敢争，这还算男人吗？”程浩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眼底闪过一丝别人察觉不到的冷意。好了，既然双方都同意，那我们就把手续办完。律师开始准备各种文件。1个月后，离婚证办下来了。刘雅拿着红本本，心情格外舒畅。程浩，以后我们就是陌路人了。刘雅站起身，希望你能找到适合你的人。程浩收好自己的那本离婚证，淡淡的说：“会的。”走出律师事务所，张强搂着刘雅上了一辆奔驰 S 级。宝贝，今晚我们去喝香槟庆祝。张强启动车子，庆祝你终于摆脱了那个废物。搬家那天，天空阴沉沉的，张强已经堂而皇之住了进来。他看到程浩进门，哟，来拿破烂了，吐了个烟圈，烟雾在空气中慢慢散开。也对，废物就该配破烂。这套房子以后就是我和雅雅的爱巢了。刘雅从卧室里走出来，身上穿着一件真丝睡衣，是张强刚给她买的。她脖子上戴着那条钻石项链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程浩，你收拾快点。刘雅整理着新买的钻石耳环。强哥晚上要请朋友来家里聚会，别影响我们。程浩默默地收拾着东西，这个家的每一寸地方都有他的回忆。墙上的结婚照还挂在那里。对了，刘雅走到结婚照前，毫不留情地撕了下来。这破照片太碍眼了。她当着程浩的面把照片撕成碎片，扔进垃圾桶。以后别说认识我。刘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说出去丢人。张强走过来，搂住刘雅的腰：“宝贝说得对，咱们这种身份怎么能跟废物扯上关系？”楼下有几个邻居在聊天，看到程浩拖着行李下楼，眼神里带有同情，还有看热闹的嘲弄。这不是3楼的小林吗？怎么搬家了？听说老婆跟人跑了，被扫地出门了。现在的女人啊！随着议论声，程浩的脚步没有停顿。张强突然走到阳台边，朝楼下大声喊道：“记住了，男人没实力就别怪女人跑了，有种就凭本事把女人抢回来。”声音在小区里回荡，几乎所有人都听见了。楼下的议论声更大了，有人指指点点，有人摇头叹息。程浩拎着皮箱走向小区门口，背影看起来有些萧瑟，但如果有人仔细观察，会发现他的步伐很稳，腰板很直，一点都不像个被击垮的男人。保安看到程浩，想要安慰几句，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小林，要不来我这里坐会？谢谢王叔，我没事。程浩对保安笑了笑，那笑容很真诚。他回转头看了一眼那栋高楼，阳台上张强还在那里张牙舞爪，像个得意忘形的小丑。
刘雅也出现在阳台上，正和张强拥抱在一起。程浩嘴角一丝笑容，转瞬即逝。第二天，程浩出现在市中心一家银行门口。他刚走到门口，还没来得及按门铃，厚重的玻璃门就自动打开了。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男人快步迎了上来，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。林董，您来了。银行经理深深弯腰问好。您今天怎么自己来了？我应该亲自去接您的。等候区里几个客户听到林董这个称呼，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。能在这家银行办业务的，非富即贵，个个身家不菲。但眼前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年轻人，竟然让经理如此恭敬。他们仔细打量着程浩，眼神里满是困惑。这人看起来也就30出头，穿着普通，根本不像什么大人物。程浩点点头，声音平静：“有些事情需要处理。”“好的，好的，请跟我来。”经理躬身引路。“VIP 室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”经理一边走一边小声汇报着什么。程浩偶尔点头回应。VIP 室里，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上摆满了文件。经理小心翼翼地将文件一一摊开，每一份都需要程浩的签字确认。“林董，您确定要全部激活这些账户吗？”经理指着其中几份文件，声音都有些颤抖。“这笔资金可是时候了。”程浩拿起一支价值10几万的限量版钢笔，在文件上签字，动作熟练得像做过无数次。经理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这些账户里的资金加起来有几十个亿，平时这些钱都是休眠状态，今天全部激活，意味着要有大动作了。“明白。”经理恭敬地记录着。“还有华鼎集团的事情。”签完文件，程浩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“给我安排一辆车，今晚我要见几个人。”“好的，我马上安排。”经理恭敬地收起文件，走出银行。程浩拦了辆出租车，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师傅，您刚从里面出来？听说那银行专门服务有钱人，存钱的门槛都是1000万起步。”程浩淡淡一笑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：“是吗？我还不知道呢。”刘雅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离婚后的第3天，张强就带她去了市中心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高级套房，房间足足有300平米，落地窗能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，奢华程度让刘雅目瞪口呆。“宝贝，喜欢这里吗？”张强搂着刘雅站在落地窗前。“这里一晚上3万块，但钱对我来说就是个数字。”刘雅兴奋得像个孩子：“太喜欢了，强哥你对我真好。”张强几乎每天都给她买礼物，从包包到手表，从香水到首饰，应有尽有。商场里的导购都认识他们了，每次来都是大手笔消费，从不砍价。那些导购看刘雅的眼神都带着羡慕，他们1年的工资都买不起刘雅身上的一件衣服。“刘小姐，您这条项链真漂亮。”一个导购小心翼翼地夸赞道：“这是我男朋友送的，几十万呢。”刘雅故意炫耀，享受着别人羡慕的眼光。晚上回到酒店，刘雅迫不及待地在朋友圈发了一堆奢侈品照片，精心挑选角度，确保每个品牌的 logo 都清晰可见。配文写道：“选择比努力更重要，感谢命运让我遇到对的人。”她还特意艾特了程浩，想让他看看自己现在过得多好。闺蜜们很快就在下面留言了：“雅雅眼光真好，这次算是找到真爱了。天啊，这些都是正品吧？太羡慕了！早就说程浩配不上你，这才是女人该过的日子，及时止损了。”
之前真是委屈你了。刘雅看着这些评论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她想象着程浩看到这些照片时的表情，一定气得要死吧。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男人的差距。好日子过了1个月，张强开始有些不对劲。宝贝，这几天先别买包了。张强搂着刘雅，声音有些不自然。我正在谈一个大生意，需要周转。刘雅正在网上看一款新出的香奈儿限量版包包，听到这话有些不高兴。不是说钱不是问题吗？这包才10几万，当然不是问题，就是暂时周转一下。张强吻了吻她的额头，等这笔生意谈成，给你买10个包都没问题。刘雅虽然有些怀疑，但还是选择相信，毕竟张强对她这么好，应该不会骗她。可是接下来几天，张强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，他接电话时总是走到阳台上，压低声音说话，表情也越来越凝重。有一次，刘雅偷听到几句：“再给我1个星期，我马上就有钱了，求你们别逼我。”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安。张强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说话像是在求人？而且最近张强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完全没有了刚开始时的温柔体贴。更奇怪的是，他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一张照片，是大学同学发的，在某个高档餐厅聚餐，背景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刘雅放大照片仔细看，那个人竟然是程浩。他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摆着精致的法式大餐，身边还放着一瓶看起来很贵的红酒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的样子看起来很从容，一点都不像个刚离婚的可怜虫。这家餐厅刘雅知道，张强也带他去过，人均消费至少1500。程浩这个废物哪来的钱在这种地方吃饭？他赶紧把照片保存下来，心里越想越不对劲。强哥，你看这个。刘雅把照片给张强看，这是程浩，他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吃饭？张强正在接一个电话，被刘雅打断，有些不耐烦。他随意瞟了一眼照片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可能是别人请客吧，废物哪有钱去这种地方？”可是他看起来……刘雅想要继续说，够了。张强突然暴怒：“你还关心那个废物干什么？难道还想回去找他？”刘雅被吓了一跳，这还是张强第一次对他发这么大火。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奇怪。张强意识到自己失态，赶紧软下语气：“对不起，宝贝，我最近压力有点大，你别多想。程浩就是个废物，不值得你关注。”但刘雅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这天晚上，刘雅正在浴室里泡澡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激烈的敲门声：“张强，给老子开门！”门外传来几个男人的怒吼声，声音凶恶的让人害怕。那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整个房间都在震动。张强的脸瞬间变得苍白如纸，手里的香槟杯都掉在了地上，碎片溅了一地。完了，他们找来了！张强瘫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谁找来了？刘雅从浴室里裹着浴巾出来，不明所以。债主。张强抱着头，声音颤抖：“我欠了他们300万。”刘雅感觉天旋地转，差点站不稳。300万？你不是说你是富二代吗？你不是说你家有钱吗？我骗你的！张强眼泪都出来了。我就是个穷光蛋，这1个月花的钱都是借的。刘雅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。你怎么能骗我？那些包包，那些首饰，都是借钱买的。张强崩溃的大喊：“我为了得到你，只能装有钱人。我以为能过去，谁知道利滚利，现在要还400万。”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猛烈，
还伴随着威胁声：“张强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，再不开门，我们就撞门了。”刘雅吓得浑身发抖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”刘雅眼泪狂流：“我为了你离婚，为了你放弃了一切，对不起，雅雅，我也没办法。”张强跪在地上哀求：“我太想得到你了，看到你跟那个废物在一起，我心里不甘心。”门被暴力撞开，5、6个膀大腰圆的男人闯了进来。为首的男人一身黑衣，脸上有道疤，看起来就不是善茬。张强躲得挺深啊！疤脸男人冷笑着：“老子给你时间，你不珍惜，现在连本带利400万，大哥，再给我1个星期。”张强跪在地上哀求：“我一定想办法还钱。1个星期。”疤脸男人踢了张强一脚：“你拿什么还？把你卖了都不值400万。”他的目光落在穿着浴袍的刘雅身上，眼神变得猥琐起来。不过这个女人挺漂亮，可以抵2个月利息。不要！刘雅吓得躲到墙角，这才明白自己彻底被骗了。她想起了程浩，想起了那个从来不会让她受到伤害的男人。虽然他没有钱，但至少他是真心爱她的，至少他会保护她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刘雅颤抖着接通电话，里面传来一个温和但陌生的女声：“刘雅女士，这里是华鼎投资集团秘书处，我们林董事长约您见一面。”刘雅的手颤抖着，几乎握不住手机。华鼎投资集团，林董事长，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不敢置信的想法：不可能，那个被他看不起的废物前夫，怎么可能是？刘雅到华鼎投资集团的时候，心情复杂的要命。秘书带着他进电梯，一路上升到顶层，这里透过玻璃能看到整个城市的风景。刘女士，林董事长正在开会，您稍等一下。秘书给刘雅倒了杯茶，会议马上结束。刘雅透过办公室的玻璃门，看到里面坐着几个外国人，正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。那个背对着她的男人，身形那么熟悉，刘雅的手开始颤抖。林董事长，这个项目涉及50亿美金的投资，没问题。按计划进行。那个声音，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。会议室的门打开了，几个外国商人恭敬地走出来，他们对着里面的人深深鞠躬，嘴里说着感谢的话。然后程浩转过身来，刘雅差点没站稳。就是他，就是那个被他嫌弃的废物前夫。此刻他穿着一身手工定制的西装，气质完全变了，眼神里有种他从未见过的威严。刘雅，进来吧。程浩的声音很平静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刘雅跟着程浩走进办公室，这里比他想象的还要豪华，墙上挂着各种奖状和合影，有程浩和市长的，有程浩和知名企业家的，还有程浩在各种商务场合的照片。坐吧。程浩指了指沙发，想喝点什么？我不渴。刘雅的声音在颤抖。程浩，你想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程浩坐在刘雅对面。华鼎投资集团，我是最大的股东，这些年一直在做幕后工作，今天算是正式露面了。刘雅感觉天旋地转。华鼎投资集团，那个在财经新闻里经常出现的投资巨头，竟然是程浩的公司。可是你……刘雅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程浩端起茶杯，没错，我确实故意装穷。我想看看你到底爱的是我这个人，还是我的钱。现在看来，答案很明确。程浩放下茶杯，眼神冷得像冰。刘雅想起离婚时分到的那些财产，那套房子，那辆车，还有存款。原来这些在程浩眼里真的只是九牛一毛。程浩，我错了。
刘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我当时瞎了眼，我不知道你这么有钱。你看，程浩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刘雅。到现在你还是只关心钱？不是的，刘雅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程浩走到落地窗前，你选择离开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今天。刘雅跪在地上，看着程浩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个男人，这个曾经深爱她的男人，现在对她这么冷漠。程浩，求求你帮帮我！刘雅哭的声音都变了。那些人要绑架我，我真的害怕。程浩依然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风景，阳光洒在程浩身上，让刘雅看不清程浩的表情。你害怕了？程浩的声音很平静。当初你和张强羞辱我的时候，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刘雅无言以对。你知道那天在律师事务所，张强叫我废物的时候，我心里是什么感觉吗？程浩转过身，眼神里没有恨，只有陌生的冷漠。我想，也许这样也好，让你看清楚什么叫真正的男人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刘雅拼命磕头，额头都磕破了。我当时被猪油蒙了心，我现在知道张强是个骗子了，知道又怎么样？程浩坐回椅子上。刘雅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我知道，我不该贪图虚荣，不该。不，程浩打断刘雅，你错在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。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刘雅心里。你爱的是张强的钱，是他的慷慨大方。程浩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让刘雅心痛。如果当初是我带你去买那些奢侈品，你会离开我吗？刘雅张嘴想要反驳，但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，因为程浩说的对。程浩，我现在明白了。刘雅哭着说，我愿意和张强断绝一切关系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重新开始。程浩笑了，那笑容让刘雅心寒。刘雅，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程浩站起身，走到刘雅面前。我们结婚3年，你关心过我的工作吗？关心过我的梦想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那么晚回家吗？刘雅哭得更厉害了，因为她确实不知道。我每天晚上都在处理公司的事务，在为未来打拼。程浩的声音越来越冷。而你只关心我为什么不给你买名牌包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。程浩回到座位上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赚钱的工具，赚的少了，你就嫌弃。刘雅想起那些埋怨程浩没出息的话，想起那些催促程浩赚钱的唠叨，心里懊悔万分。程浩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刘雅爬到程浩脚边，我保证我会改的。机会。程浩看着刘雅，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悲哀。刘雅，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程浩按了按桌上的内线电话。小李，送刘女士下楼。程浩。刘雅想要抓住程浩的手，但程浩躲开了。刘雅，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。程浩背过身去，请你有点尊严的离开。保安进来了，礼貌但坚决地把刘雅架了起来。刘雅被带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程浩依然站在窗前，背影那么挺拔，那么陌生。张强知道程浩的真实身份后，整个人都疯了。什么？华鼎集团的董事长？张强抓着刘雅的肩膀，用力的刘雅都疼。你是说那个废物是华鼎集团的老板？是的，刘雅有气无力地说，他一直在装穷。张强松开手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那些债主给张强3天时间筹钱，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。好，很好。张强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既然他这么有钱，那就好办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去求他，让他借钱给我们还债。
张强一脸理所当然，反正你们以前是夫妻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他不会帮我们的。刘雅摇摇头，他说了，这是我们的事，那你就跪着求。张强抓住刘雅的头发，哭着求，你不是会装可怜吗？刘雅看着张强狰狞的表情，这还是那个温柔体贴的男朋友吗？我不去。刘雅挣脱张强的手，程浩已经彻底不理我了，你敢不去？张强举起手要打刘雅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卖给那些债主？刘雅吓得直往后退，惊恐地望着那张熟悉的面孔。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张强恶狠狠地说，否则我们一起死。第二天，张强真的厚着脸皮去了华鼎集团。刘雅在楼下等张强，心情忐忑不安。半个小时后，张强灰头土脸的出来了，脸上还有个巴掌印。怎么了？刘雅问道。他妈的，连门都进不去。张强捂着脸，保安直接把我扔出来了。刘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既心疼张强，又觉得张强活该。现在怎么办？张强看起来很绝望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。张强和刘雅回到住处，张强开始收拾东西。你干什么？跑路。张强头也不抬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那我呢？刘雅不敢相信，你要丢下我？雅雅，我也没办法。张强停下动作，你自己想办法吧，大不了去找你前夫求情。张强，刘雅抓住张强的胳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松手。张强一把推开刘雅，刘雅摔在地上，膝盖都磕破了。老子自身难保，哪有功夫管你？张强拎着行李箱就要走，刘雅爬起来拦住张强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那些人会来找我的，那就去陪他们几天呗。张强冷笑着，反正你不是第一次了。这话让刘雅彻底心凉了。这个男人，这个他为了张强离婚的男人，竟然这样羞辱他。张强，你还是人吗？刘雅哭着问道。别怪我无情，要怪就怪你眼瞎。说完，推开刘雅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刘雅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看着那些名牌包包和首饰，突然觉得他们是那么的讽刺。第二天，债主们果然来了，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，把值钱的东西全部拿走了。那个男人跑了。为首的债主问刘雅，跑了？刘雅老实回答，那这债就算在你头上了。债主冷笑着，400万，你拿什么还？刘雅知道他完了。1年后，刘雅在一家咖啡厅里看到了程浩。程浩身边坐着一个女人，长得很清秀，气质很好。两个人正在小声聊着什么，时不时地笑起来。那个女人穿着简单，但看得出来很有教养。女人看程浩的眼神里有种纯真的爱意，那种眼神刘雅曾经也有过，但后来被金钱和虚荣蒙蔽了。浩哥，你说我们下个月去马尔代夫怎么样？女人的声音很温柔。好啊，你喜欢就行。程浩温柔地摸了摸女人的头。不过，你确定不去看导师吗？导师那边不急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。女人脸红了，好不容易项目结束了，我们也该好好休息一下。刘雅躲在角落里偷听，眼神木讷，手脚僵硬。程浩曾经也这么温柔地对她说话，也曾主动提议去度假。对了，苏婉，程浩突然严肃起来，有件事我想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女人好奇地问。我以前结过婚。程浩看着苏婉的眼睛，虽然已经离婚了，但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苏婉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我知道啊，我查过你的资料，知道你有过一段婚姻。苏婉握住程浩的手，但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的你。刘雅看到程浩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你不介意？为什么要介意？
苏婉笑得很甜。每个人都有过去，我在意的是你的人品和我们的未来。程浩紧紧握住苏婉的手，谢谢你这么理解我，傻瓜，我们是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人。苏婉的脸更红了，你的过去也是你的一部分，我都接受。刘雅听到这里，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苏婉说的对，苏婉在意的是程浩的人品，而刘雅当初在意的是什么？是程浩能给她买多贵的包，能带她去多高档的地方。你前妻一定很后悔吧？苏婉突然说道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她错过了这么好的男人。苏婉看着程浩，眼中满是爱意。如果我是他，绝对不会放手的。程浩苦笑了一下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合适吧，他的损失。苏婉霸道地说，现在你是我的了。看着程浩和苏婉甜蜜的样子，刘雅心如刀绞。她失去的不仅仅是程浩的钱，更是程浩的爱，而那份爱才是最珍贵的。刘雅悄悄地离开了咖啡厅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回到租住的小屋，她看着墙上的裂缝，想起了以前和程浩在一起的日子。那时候虽然没有钱，但程浩会给她做早餐，会在她生病的时候照顾她，会在她难过的时候抱着她。现在想起来，自己真是太蠢了。后来刘雅在报纸上看到了程浩和苏婉的婚礼消息，照片上的程浩笑得很开心，苏婉穿着简单的婚纱，但看起来像公主一样美丽。华鼎集团董事长程浩低调举办婚礼，新娘为海归博士苏婉。刘雅仔细看着那张照片，程浩的眼中满是幸福。婚礼很简单，没有铺张浪费，参加的都是两家的亲朋好友，但从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，这是一场充满爱的婚礼。刘雅把报纸合上，继续收拾着手头的工作。她现在在一家小饭馆里打工，一个月只有3000块工资，很辛苦，但总算能勉强维持生活。张强完全消失了。有人说看到张强在南方某个小城市的工厂里打工，也有人说张强又找了个有钱的女人，但这些都和刘雅没关系了。刘雅偶尔会经过华鼎集团的大楼，仰望着那座高耸的建筑，想起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切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她一定不会那么贪心，一定会好好珍惜程浩的爱。但是没有如果，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有些人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又过了1年，刘雅在街上偶然看到了程浩，程浩抱着一个小婴儿，苏婉挽着程浩的胳膊，一家3口看起来特别幸福。小宝宝长得很可爱，有着程浩的眉眼，苏婉的鼻子。刘雅远远地看着他们，这本来应该是他的生活，这本来应该是他的孩子，但是他亲手毁掉了这一切。感谢生活给了我重新选择的机会。刘雅听到程浩对苏婉说道，是啊，生活给了程浩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但没有给他。刘雅转身离开，不敢再看。有些错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，有些人一旦失去就再也不会回来。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但是太晚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